思乡，泪断剑念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不等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细感霜，望明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已心伤。葛念为什么还不出剑？这样下去不行。剑客的生死成败是靠手中的剑来决定。葛念正是背负着天下第一剑之名的男人。你到底在等什么？为什么还不出剑？你的剑还是那样，一样犹豫，一样怯懦。
飞剑，这就是百步飞剑。虽然曾经听说过它的威力，但是亲眼看到，还是比想象中更为惊人。原来葛聂一直退让，是在积聚剑势。犹如弓弦，被拉得越弯，反射之力便越强。哼，你现在上去，会比他们任何一人死得都快。你们中间最终只有一个人会成功，代表鬼谷派去改变天地的命运。一刃断喉，百步飞剑，很好。你果然已经练成了纵剑术中至高的必杀之剑。如果真的有必杀之剑，现在你应该已经死了。初入鬼谷之时，我曾经败在你的剑下。你是我生平仅见的武学奇才，当时如果不用纵剑术，我无法胜你。今天你发出了纵剑术的至高之剑，却连我一丝一毫也没伤到。你的确变强了。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，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用百步飞剑。葛聂的伤，这是……怎么可能？这个难道也是？是百步飞剑。居然，你会百步飞剑？我是鬼谷弟子，师傅他老人家又凭什么不传我剑法呢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不好！
到底对师父做了什么？世人只知道渊红排名第2，而砂纸却被称为妖剑。可见天底下都是些愚昧不堪的人，只知道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。你到底是要驾驭他们，还是和他们一样？这就是你不顾一切要追求的梦。我的梦与你不同。你真可怜，你已经忘了到鬼谷第1天所说的话。你和那些人一样，都是愚昧不堪的废物。什么？渊红，怎么可能？好可怕的力量！纵与横，这就是每一代鬼谷弟子的宿命。这才是站在高处应该看到的风景。所谓强者，就是必须站在所有人的顶端吗？如果不把人都踩在脚下，他又怎会抬头看你，承认你是强者？这就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弱肉强食，不过是世间万物的天性罢了。我们虽是同门，却必须争个你死我活，这也是天性。这是鬼谷修炼最强者的门规，历代相传，每一代都是纵横天下的霸者。纵横天下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吗？然而，被这样的门规所驱使着的我们，就可以算是强者了吗？3年之期已满，你我之间必有一战。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如果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，答案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哼，师哥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才说这些不知所云的废话。小庄，我并不怕与你一战。怕也好，不怕也好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决战的那一天，我们中间必定有一个人会倒下。什么？居然用断剑制服了魏庄。你确实变强了，但有一点，你却始终没有改变。作为剑客，你始终太过在意剑的本身。小庄，你败了。诶，好啊，大叔！重伤之下，面对同样掌握百步飞剑的魏庄，能够果断地放弃剑客视为生命的佩剑渊红，这个人对于剑的领悟，真的是到了
超越凡人的程度。很好，你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废物，师哥。从见面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注定会有一个倒下。来吧。我一直很清楚，你和我从来就是一样的人。竟然暗箭伤人！可恶！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？你太过执着于所谓的正义，和你的那些梦一样，愚不可及，师哥。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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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叔。师父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说不清楚，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。有人说，真正了解他的人，只有他的对手。当你面对他剑的那一刻，可惜，当你面对他剑的那一刻来临时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开口了。他真的有那么可怕？他的剑或许真的很可怕，但是到底是真是假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愿意去了解。他的剑，绝大多数人所了解的，都是关于他手中剑的传说。至于他本人，知道的就更少了。他没有朋友吗？好像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好像是的。那他一定很孤独。剑本来就是孤独的。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似乎他一直活在另一个人间。可能吧。我还有一种感觉，他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好像很可怜，很可怜。有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剑原本就是这个世上最危险的东西之一，任何与剑的距离太近的人都会受伤，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。受伤？包括他自己在内。这样。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。什么话？永远不要爱上一个以剑为生的男人。师父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有些梦虽然遥不可及，但并不是不可能实现。只要我足够的强。难道就没有人可以胜过他吗？李斯，陛下，是有一个人，只是